对，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方案可以帮助你在没有 ERP、没有 MES 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可以去快速的掌握到现场生产设备的生产实况。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Hello，大家好，我是工厂陈实说。我是工厂医生卢玉。那这一集的话，主要都是我自己小编想问的问题。嗯那首先就先来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啊，智慧制造和智慧转型的差别是什么？听起来感觉很抽象，所以想要问问看。智慧制造比较偏向一个怎么说呢？名词吧，就是它在工厂这边如何透过数位化的工具或者是一些自动化的设备，让它比较好的去进行生产的一个程序。但是呢，如果是智慧转型，因为转型它有一些定义的名称，比如说它可能必须透过那个第一个阶段是数位化。就是你的以前可能是纸本的方式，有没有透过一些数位化的东西来产现？比如说你可能导入经销存啊，或者是 ERP。那一个就是数位的优化，数位的优化只是说它指的是你可能有一些数位化的基础在，但是并没有想说它还有它的利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买了 ERP，但是用料没有很好，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接着是第三段数位转型。转型它其实不是说你把 A 产品从原本我卖美国，现在卖到了欧洲去，不是哦，那只是位置的变化而已。转型就是你的商业模式也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的，所以有一点差异啦。智慧制造跟数位智慧转型这边不太一样啊，会觉得抽象是正常的，因为到现在也很多人都没有很清楚，所以业主也没有理解到说这个差异点。那智慧制造比较偏在实作面，智慧转型比较在偏那个，我个人觉得比较文字面的一个说明，只是把它再讲清楚一点的概念。好，那我这边觉得呢，其实智慧制造跟智慧转型，他们是范围上的差异。因为智慧转型在一间企业里面呢，它可以泛指很多的部门。因为各个部门他们其实在企业里面有产销人发财。那工厂呢，它其实也是一间企业。那在企业的各个部门，大家都会面临到需要做数位转型或者是智慧转型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智慧制造呢，它比较聚焦在生产制造这一段。那其他的部门呢，比如说可能在业务单位啊，或者是人资单位，可能呢就比较没有琢磨到。所以对我来讲，它智慧制造跟智慧转型，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围，但无法去脱离的地方呢，都是智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让流程的改善变得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精简，然后可以达到更多的目的，这样子呢才叫做智慧。其实智慧化这里又有分成一些阶段的任务啦。第一个，比如说像是可视化这种概念，或者是说你有即时化以及透明化。再高深一点，可能你有预测，就是你可以自视化，依据什么的状态之后的状态，它可以自己去变化，而且预测说未来会产生什么事情。这是属于智慧化的一些定义。那它比较偏，我说刚刚那个阿成这边有讲说，比较偏在制造业这一边。那智慧转型呢，它其实产销人发财各方面都可以转型。并没有说只有生产线可以转型了。那一样，两个有些共同的地方，就是它是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以及一些现在的科技的一些力量来让它一起往前走。那再来第二个想问的是啊，常常看到机联网，那机联网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软体嘛？需要另外买机器才能看到所有的资讯吗？这个阿成很擅长，我们先让他回答。好，那这边我来说明一下，什么是机联网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设备想象成他原本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那他为了要让人家知道他目前身上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呢，所以他学着把他身上的资讯用传输的方式把资料给传输出来，那就表示说，这个机器它是会讲话的。从哑巴到会讲话，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联网资讯化的过程。那过去的机械呢，都是属于这种哑巴机，它其实没有什么资料传输的功能。就算你能看到它的资料，你只能透过你的眼睛在设备上面，透过它的面板去看到一些数据。但是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是一个数位的资料传输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来呢？这个时候就要透过联网。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像家电好了，
好像很多人现在在讲说要有智慧家庭。那智慧家庭什么叫智慧家庭呢？就是以前啊，我们的电视机啊、冰箱，或甚至是连洗衣机、冷气，全部都可以联网。你可以透过你手中的手机，那透过手机里面的 APP， 你就可以去操作你所有的家电，知道你现在家电的运转情形，或者是你可以预约开启或预约关闭。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它有达到连上网络的这样子的控制功能呢，我们就会称之为它是一个机联网状态。那它本身是一套软体嘛？广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但是如果只有软体呢是做不到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3个字，叫做 IoT。那什么是 IoT 呢？IT 就是指我们的资讯技术，那 OT 呢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操作技术。所以呢，当我们 IT 加 OT 的去整合，就是做一个软体加硬体的一个整合。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从我们的硬体设备里面去截取到我们想要看到的资讯。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坊间大家很常讲的 IoT 设备联网。第一个问题啊，有讲到可视化看板，所以有这一题就是想问说，可视化看板它是什么？它是需要买一个看板才能看吗？还是用电脑就可以了？这个有承接上哦。我们在智慧制造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使用到一个技术，就是刚刚我们工厂阿陈总这边讲的，就是机联网这个技术。那如果我只是机联网之后，但是我怎么看到它呢？就是一个可视化的看板，我们俗称 dashboard。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买一个看板。不是像那个黑板的那种看板，而是说我买了一个 monitor 大一点的，比如说可能40几寸、50几寸，我放在工厂的某个角落，它取代了以前我们那个白板要在上面写字这件事。那透过电脑呢，它就可以把机联网的资讯呢，透过软体跟硬体的整合，把资料带到了那个荧幕上面来看。所以，你可以在看板上看到说，现在呢哪一台机器在做什么单子，做到哪里了，就有点像说你现在去搭高铁、搭飞机，或者是光是公车，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看板、仪表板，跟你讲几号公车在几分钟就会到什么地方来。就是这样，把工厂的资讯透过这样的整合，也可以像我们的民生生活这样子很清楚的看得到这样的资讯，就叫可视化。那我这边呢也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可视化看板这个部分呢，在工厂里面或是在企业里面，其实一般来讲，当然一定需要有个载具去呈现它啊，比如说一个你看到的电视，然后这个电视呢，它也没有办法是单纯一个电视就可以播放，而是它可能背后还有一个电脑，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套软体。那这个软体呢，它是可以跟硬体设备去做沟通，做资讯的呈现，然后把它显示到我们这个大型的显示器或看板上面去。所以其实这一个很大的范畴呢，都是在讲软硬体的整合。所以一定要把软体加硬体去做互相整合，才可以做到联网，做到可视化。了解。再来第4个问题，我想问的是 MES 是什么？它是要另外换一个软体吗？它不是在 ERP 里面吗？天哪，问这问题好像笨蛋。应该是说，MES 它叫做制造执行系统，所以它确实是另外一个软体。那如果公司只有 ERP 够不够？在过去的话，我们觉得它够，因为 ERP 里面就已经包含到那个产销人发财还有资讯的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又需要 MES 呢？是因为我们的第一题讲到智慧制造这件事。目前在还没有导入这个 MES 系统的企业呢，比较偏向会发生在我们在工厂里面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记录，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日报表，我今天所有生产的结果，我就是写完日报表之后，隔天再拿给我们的产线的助理或者是生管的小姐去 key in， 那我资料不就慢了1天了吗？或者是我的物料资讯也是一样，包括我的品质资讯，其实就会变成说物料的状态，就是实际上物件它的程序走得比较快，但是资讯总是跟不上。那如果在这个结构之下，你有 ERP，它的效果也没有办法真的呈现得很好，因为变成如果我今天要去算我明天的排程，我今天的资料就还没有进去 ERP， 所以我在 ERP 怎么用它也是不准的。所以有了 MES， 它就是在辅助我们在 ERP 里面看不到的那个生产的动态。那这件事情刚好跟第一题就是智慧制造它有相关，而且也跟第2题的那个机联网它也是个相关，所以在 MES 里面有用到的就是输入化的工具，然后 IoT 的技术以及 dashboard 这些看板的融合在一起的软体的一个说明。那阿成这边有要补充的吗？我觉得以 ERP 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在企业里面的上位系统。那再往下，如果说这间企业它是有制造端、有工厂端的话，那才会有需要用到 MES 的部分。然后毕竟它从字面上来讲，它就是在管
制造这件事情。但是以 MES 来讲，它还是一套软体。那诚如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机联网的系统，那它会再往下去跟数据是这样，就是 ERP、MES、机联网这样，它们是一层一层这样缓缓扣下来的，所以它们是有一些阶层的关系，一样都有软体界面，那一样也都需要跟我们的生产设备去做联网的整合。那再来第5题，想问的是机联网跟 MES 的差别是？就是刚刚我们阿成说的层次上的差别，就是 ERP 其实它是以财务为主角的一个系统，它在算的是工厂的营运的结果，但它往下第2层就是那 MES 来管什么？管工厂的执行的细节，然后在第3层就是机联网，它只有底层，就是我们的机器怎么跟 ERP 可以贯穿，没有办法直接用丢过去，所以中间有了一层翻译器这样来想象它比较快，就是我跟阿多没有办法沟通，我中间有个翻译器，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机联网它是技术是处理机器，让它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但是需要人帮它翻译，翻译完之后才能够进到 ERP 里面去。那这件事情又必须要及时 online 的翻译，所以层次上它有3个位阶。这样子听完之后最后一题想问的是，那我有了机联网之后还需要 ERP 吗？或者是我有 ERP 还需要 MES 吗？是不是感觉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完全提供制造业所需要的功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可以来说明一下，因为每一间企业、每一间工厂，它的规模有大有小。那如果说我们的工厂目前的规模还不是很大的话，那我会建议我们就先使用 ERP 系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的规模今天再大一点，那你可能就会需要使用到机联网的部分。为什么我会把 MES 摆在比较后面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要来推广一下我们家的系统啦。因为对很多的中小型工厂来讲， MES 它毕竟是一个框架比较大的制造执行系统，那它的架构上呢也相对比较严谨一些。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不要走这么复杂的把控流程，然后就可以让我现场机台生产设备的生产资讯快速的回到 ERP 里面去？其实这个是有可能的哦。那优瑞科技这边呢，我们有自己独创的轻量化的制造执行系统，就可以协助工厂快速的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它还是会站在一个有机联网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快速的接收由设备这边自动抛出来的生产资讯，然后串接到我们的轻量化的 MES 上面去。那这个轻量化的 MES 呢，还可以跟很多不同厂牌的 ERP 去做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掌握我们工厂的生产即时现况。然后这边有个案例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易瑞科技这边的产品跟那个工厂医生这里的一些方案是蛮有趣的有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如果没有 ERP， 我到底能不能做机联网？好像就没解了，对不对？不是呢，我们有一个方案，就是像我们在中部地区就是台中、彰化这里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家，而且他就是那种代工厂。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他的客户给他图面，给他零件材料，然后就请他帮他制作出来，比如经过一些 CNC 加工或其他的一些加工，就这样，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产品，他就是纯代工。那这种产业大部分他们需要的就是老板娘嘛，就是进销存，知道有订单有出去管钱就可以了他没有要那么庞大的一个 ERP 系统。那以前有个老板娘来找我，他说他公司有20台机器，就是这样 CNC 机器，但他是3班制他们换人不停机。那他就觉得他管理进度很困难，但是他又不想买 ERP， 他问过了，他说买了一个 ERP 就要100多万，那我要请个小姐来打单子，不然我就没有办法管控好他的生产进度。他找我说那该怎么办？那我们易瑞科技就给他一个方案，就是我们的 NMS 可以在这边呢开立他的那个工单跟所有的制程，那再透过机联网跟 NMS 做链接，就可以把他的生产进度给控管目前他使用了8年。然后没有买 ERP， 就是最后的结果跟他进销存就是知道怎么出货收钱。对，然后从20台机器现在已经搬到工厂，搬到另外一个工厂30几台机器，就是这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刚刚工厂医生这边讲的案例呢，就是属于以 CNC 单纯代工的行业为主的这样子的工厂。那这样子的客户在中部地区呢，也不在少数，因为在中部地区是工具机的重镇，那既然有很多工具机生产的地方呢，也有很多使用工具机来做加工代工的厂商。对，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方案在中部地区呢有好几个案例，所以
不一定要走到要有 ERP 要有 MES 要有金融这样子很完整的架构。也许你没有 ERP， 也许你没有 MES， 但是你有基础的机电网，再加上我们这边独创的 MMS 系统，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你在没有 ERP 没有 MES 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可以去快速的掌握到现场生产设备的生产实况。而且我们这边有很特别的案例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你有 ERP 的，我们的轻量化的 MES 可以跟它对接；没有 ERP 的，我们有MMS 这个小的制造管理系统来管生产进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运用，就是呢，你有 ERP， 但是呢，我们去访谈的时候，客户都会觉得说啊，我的 ERP 里面的这个制程管理太难用了，限制点太多了，不好使用，或者是他要 key 的那些资料也非常多。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另外做一件事，从 ERP 的订单之后往下，再来我们这边透过 MMS 才完工程的细节，最后还是可以回报回去。这个都是很特别的运用，但是坊间比较少这种资讯啊，那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就谢谢工厂陈师所还有工厂医生，下次见，拜拜，拜拜。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我是工厂医生鲁豫。怎么了？怎么来一下？我刚刚愣了一下。怎么了？要不要这个先按暂停一下？你好啊。可以剪啊。